1945年8月的日本，正上演一场极具讽刺的对峙。街头士兵扛着步枪列队而过，军部通过电台高调宣称，握有700万军队的钢铁战力，是要在本土与盟军死。而东京郊区的粮站里，百姓攥着日益缩水的布袋子排队领粮，每人每日的粮食配给已跌破300克，即便是前线士兵的口粮，也不得不掺入半数野菜。当广岛的蘑菇云在8月6日升空，军方仍对外宣称特殊炸弹威力有限，我方自有应对之策。这个在舆论中摆出决战到底姿态的国家，若真拒绝投降，究竟还能支撑多久？是如军部所言坚持1年，还是早已濒临崩溃？1945年7月，日本陆军公布的兵力数据显示，正规军规模达496.5万，叠加准军事力量后，总人数接近700万，看似形成了庞大的防御体系。其防御重点集中于盟军最可能登陆的九州岛，该区域部署14个师团、3个坦克旅，总兵力达90万。海岸线被密集坑道覆盖，部分坑道深度达10米，可隐蔽坦克。同时修建上万公里交通壕，将山头与村庄串联，宣称单个山头可坚守半个月。可这份看似坚固的防御，实则早已布满裂痕。军国主义政府推行全民皆兵政策，征召人员中近1/3无像样武器，部分步枪为明治时期产物，子弹供应严重不足。所谓的100万战力，不过是大量缺乏装备与训练的平民被强行编入作战序列。防御体系的虚胖属性已然显现。从1944年11月起，美军对日本本土展开战略轰炸，40%的工厂被炸毁，剩余工厂因缺电、缺原料，开工率不足30%，军工生产能力大幅下滑。1945年3月，美军更进一步启动饥饿战役，派遣 B-29轰炸机在日本周边海域布雷，至8月初共布设12053枚水雷，炸沉炸伤日本船舶670余艘，占当时日本船舶总吨位的75%。这一行动直接掐断了日本的海上运输血管，战略物资运输彻底停滞。煤炭方面，从中国东北、朝鲜输入的煤炭原本可满足东京50%的发电需求运输中断后，东京电力供应陷入短缺，大阪钢铁厂因铁矿匮乏，日产量仅为战前的1/10。粮食领域，日本本土大米20%依赖进口，海运断绝后，仅靠本土收成支撑，配给量持续缩减。作为现代战争血液的石油，危机更为严峻。1945年3月，日本尚有40万吨石油储备，但美军针对性轰炸油库与炼油厂，4月炸东京湾油库，5月炸大阪炼油厂，至8月初，石油储备仅剩34万吨，且近6万吨遭炸毁，运油能力下降83%。石油短缺直接瘫痪了日本海空力量，海军航母、战列舰因无油停泊港口，沦为固定炮台。空军虽保有数千架飞机，但每架平均仅能分配200升燃油，不足以支撑一个来回的飞行，甚至出台油量不足则撞击美军舰艇的极端指令，作战能力已名存实亡。面对日本的抵抗姿态，美国早已制定2套应对方案。第一套便是后来被原子弹打断的末路行动计划。美军参谋总部经过半年推演，将登陆时间、兵力部署及可能的抵抗都规划得极为详细。计划中，1945年11月1日先发动奥林匹克行动，从九州南部登陆，投入14个师，这一兵力比诺曼底登陆时美军投入量多1/3，还搭配500余艘军舰、2000余架飞机。美军估算，登陆前的炮火准备可摧毁九州岛30%防御工事，但前30天仍可能折损2.3万人。若持续120天，折损人数将突破12.5万，整体抵抗可能导致美军付出50万至100万的伤亡代价。日本军部正是紧盯这一伤亡数字赌一把，觉得美军不敢承受这么大损失，只要撑到美军厌战，就能谈出更有利的投降条件。可他们偏偏忽略了美国的另一张底牌——原子弹。多数人以为广岛、长崎2颗原子弹投完，美国就没了存货。事实并非如此。根据曼哈顿计划档案记载，1945年8月12日，也就是长崎核爆后第3天，橡树岭工厂已完成2枚胖子型原子弹的弹芯生产，随时能装配投放。汉福德工厂还在加班赶制核原料。按当时生产速度，到11月奥林匹克行动启动时，美军至少可集结15枚原子弹。负责原子弹作战的蒂贝茨上校甚至在8月10日向总部建议，8月17日前后再投1枚到日本军工重镇神户，彻底炸掉那里的军舰造船厂。若日本坚持不投降，接下来可能每周都有原子弹落在本土。今天炸掉兵工厂，明天炸掉交通枢纽，后天可能就炸到防御阵地。
本就瘫痪的军工体系根本扛不住这样的打击，压垮日本的除了外部盟军的压力，还有内部的崩塌与苏联的突然介入。1945年8月8日晚，苏联突然宣布对日宣战，100万红军从中国东北3个方向同步进攻，直接冲击日本所谓的本土决战后备力量关东军。当时关东军虽号称70万人，可核心装备早已被调往本土，剩余士兵中1/3是1945年新征召的，多数人连基本射击技能都没掌握，坦克仅110辆，还都是1930年代的老型号，连苏军 T-34坦克的装甲都打不穿，火炮半数是一战时期的75毫米野炮，每人身配的炮弹还不足5发。反观苏军，投入了5500辆坦克，近3万门火炮，3000余架飞机，推进速度远超日军预期。8月9日就突破关东军第一道防线，8月15日便占领长春、沈阳等重镇，日本最后的战略后备力量彻底溃败。与此同时，日本内部早已陷入涣散，军部表面高喊抵抗到底，高层却分歧严重。前首相金卫文末在1945年5月东京大轰炸后，曾私下向天皇直言，再战则国家覆灭。外相东乡茂德更是秘密联系瑞士、瑞典等中立国，尝试通过第三方与美国谈判。此时的日本就像一栋外墙看着完好，内部支柱已被蛀空的建筑，只需外力轻推便会崩塌。若日本执意拒绝投降，其覆灭的时间线其实清晰可见。1945年11月，美军奥林匹克行动将如期在九州南部登陆。九州90万守军中40万是未经过训练的国民义勇队，仅50万正规军具备作战能力。美军依托空袭、舰炮及可能的核打击，大概率能在2个月内突破防御，到12月底占领九州南部。随着时间进入1945年冬季，持续的轰炸与粮食短缺将彻底引爆日本本土的矛盾，民众反抗会接连爆发，士兵哗变风险激增。当时也有日本士兵私下接触盟军，若局势恶化，甚至可能出现军官倒戈的情况。另一边，苏军占领中国东北后，会迅速推进至朝鲜半岛南部，从朝鲜向日本本土发动空袭，日本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。要是日本能撑到1946年3月，美军小王关行动便会启动，25个师携15枚原子弹从关东平原登陆，直取东晋。此时日军已无任何战力可言，美军用2个月就能攻占东晋，日本或将如德国般被美苏分区占领。综合来看，日本最多撑不过半年，从1945年8月算到1946年2月，便会彻底垮掉。事实上，日本军部对自身处境早已知晓。1945年7月，日本陆军省一份秘密报告明确写着，石油仅能支撑3个月，粮食无法度过冬天，继续战争将导致国家灭亡。他们口中的决战宣言，不过是为争取有利投降条件，比如保留天皇制度而制造的威慑。广岛、长崎的原子弹，还有苏联的参战，只是提前戳破了这个谎言，减少了战争持续带来的额外伤亡。历史没有如果，但这些数据清晰揭示了一个道理：战争的胜负从不取决于口号，而是由实实在在的实力、资源与民心共同决定。1945年的日本，就像一个失血过多却仍持械叫嚣的伤者，看似凶悍，实则不堪一击。原子弹仅是按下了战争的结束键，真正推动日本投降的，是他早已耗尽的资源、涣散的民心，以及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联合打击。